全香港有3个人一定买不到保险，那就是成龙、李连杰跟杨紫琼。大家好，我是佑佑。在疫情期间，在一堆动作大片当中，有一部独立制片的电影，居然能够用2500万的成本，在全球创下1亿美金的票房，而且主角还是一名60岁的亚洲女演员。这么多脱离大片框架的条件，杨紫琼却创造了奇迹，拿下金球奖影后，更成为史上第一个被提名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亚裔女星。打破年龄、性别甚至肤色的局限，告诉全世界我做到了。2022年的《时代》杂志更封她为年度偶像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杨紫琼是怎么从一个富家千金踏入演艺圈，又是如何从零武学基础到迈向国际，甚至用《卧虎藏龙》、《风三书姬》、《疯狂亚洲富豪》3部片写下好莱坞的历史，而靠着妈的多重宇宙登峰造极。怎么样的家庭环境跟背景造就了亚洲之最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解密永远的侠女杨紫琼。Now you may only see a pile of receipts, but I see a story. I can see where this story is going. It does not look good.多重宇宙的剧情讲述的是一个55岁的美国华裔移民秀莲的故事。在家庭事业都濒临崩溃的这一天，身边丈夫却突然的烟起骇客任务。杨紫琼在片中呢，既要拯救世界，还要一边修补家庭关系，穿梭在各个宇宙之中寻找可能性。Evelyn, I'm not your husband.I'm another version of I'm from another universe. I'm here because we need you. 而秀莲也从控制狂妈妈到接受女儿能选择自己的人生，在剧情中演活了每一位妈妈的心声，为爱为家庭战斗，同时却忘了一部分的自己。平行宇宙的世界让秀莲看到多元的可能性，也因此与现实中的家庭和解。结合喜剧、动作、科幻、哲学还有家庭，同时致敬许多经典电影，各种脑洞大开的世界充满着奇幻色彩，也考验杨紫琼的演技。探讨亲情、爱情，甚至华人的价值观，杨紫琼演绎起来细腻而生动，成就了这部经典大片。影评人称赞她，认为这部片她要传达的意义很简单，就是振作起来、善良，偶尔给妈妈打个电话，如此而已。Of all the places I could be, I just want to be here with you. 妈的多重宇宙获得影评家广泛的好评，在烂番茄的评论中平均得分8.6分。2022年到2023年银奖季中领跑数个奖项，成为最大赢家。不但获得歌坛奖等20多个单位的最佳影片，还名列美国电影协会、国家评论协会年度10大电影。而杨紫琼更是拿奖拿到手软，包含了土星奖、国家评论协会等20多个奖项，也成为史上第2位金球奖的亚裔影后，还是史上第1位入围奥斯卡影后的亚洲演员。I remember when I first came to Hollywood, it was a dream come true until I got here. Look at this face. I came here and was told you're a minority, and I'm like, no, that's not possible. And then someone said to me, you speak English. I mean, forget about them not knowing Korea, Japan, Malaysia, Asia, India. And then I said, yeah, the flight here was about 13 hours long, so I learned.杨紫琼这番话也点出了亚裔演员在好莱坞的困境。所谓的东方神秘色彩，在好莱坞层层刻板印象之下，亚裔演员的戏路、角色、性格几乎都是千篇一律，概念手法都难以与功夫或是武士脱钩。不过近几年这样的框架逐渐被打破。《寄生上流》的导演奉俊昊拿下最佳外语电影的奖项时，他就说能够与优秀的国际电影工作者一起入围，就是极大的荣幸。我想我们只是说着一个语言，那就是电影。而杨紫琼入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，似乎也代表好莱坞新纪元的到来。她对了《纽约时报》的记者说：“奥斯卡有95年的历史，我高兴到飞上天，却又有一点感伤，因为我知道，我们都知道，在我之前，亚洲有很多极出色的女演员，我是站在她们的肩膀上。”
我希望这会粉碎那该死的玻璃天花板，并且持续下去。未来要看到更多我们的面孔到台上来。而杨紫琼走到这一步，许多华人都仰望的高度，并非一蹴可及。她以60岁的年纪角逐奥斯卡，并非与生俱来就强大，而是40多年来演员的经历淬炼出如今的她。It is a movie about hope, about kindness and family. I am so incredibly proud to be the first Asian actress in 45 years to receive this honor from the National Board. 杨紫琼一出生就是天生赢家，马来西亚华裔的她从小就是个富家千金。爷爷杨景坤是马来西亚的富商，在1930年代创建了近代巴士公司，被誉为大马的交通之父。而爸爸杨建德更是德高望重的律师，活跃于政坛中，还拥有了医保公共运输事业，更有着对国家有杰出贡献才能得到的拿督头衔。他还是工商体育休闲俱乐部的主席。在这样优越的物质条件当中，杨紫琼从小就多才多艺，不但学习舞蹈，还很热爱骑马、芭蕾、绘画、钢琴、滑雪，她样样都行。还曾经代表马来西亚参加过世界级的跳水跟游泳比赛。不过呢，他对芭蕾情有独钟，一心想要往舞者之路发展，还随着父母到英国学习芭蕾，一路苦练，还得到英国皇家舞蹈学院学位，却在一次的练习中受伤，伤到脊椎，梦想只能止步于此。不过这也替他往后的习武之路奠定了强悍的基础。后来杨紫琼的妈妈替她报名了选美小姐，她虽然一开始没有什么意愿，不过还是去做了。没有想到呢，内外兼具，加上落落大方的模样，让她一举就拿下了马来西亚选美冠军，还有澳洲墨尔本小姐，这让她被星探看上，有了进入演艺圈的机会。杨紫琼在选美比赛中认识了当时的香港富商潘迪生，他是香港德宝电影公司的老板。在潘迪生的帮助之下呢，他与成龙拍手表广告，进入了演艺圈，还获得出演电影的机会。长相清秀，加上又有芭蕾底子，选美小姐冠军的她气质很优雅。第一部电影并不是广为人知的，跟功夫反而毫无关系。在《猫头鹰与小飞象》里面，她饰演的是一个柔情似水的女老师，手无缚鸡之力，还总是泪眼婆娑的。不过电影后来票房惨淡，反响平平。她不甘止步于此啊，也不想被贴上选美小姐的标签，于是她就主动找上香港的武打巨星洪金宝，希望可以试一试动作片。没有想到洪金宝一看她就直接摇头，他就说：“你这样娇滴滴的小姑娘，到底要学什么武术啊？别开玩笑了。”不过杨紫琼却不愿意放弃，她还用自己学过芭蕾来说服洪金宝。只是啊，洪金宝真的不敢答应，就跑去问老板潘迪生：“这样好吗？”没有想到潘迪生倒是很放得开手，对洪金宝就说：“啊，你就让他去吧，反正真的吃不下这些苦，他自己就会放弃了呀。”洪金宝这才松口答应。不过啊，在一票洪家班的男丁当中，杨紫琼就显得很格格不入。一开始大家还纷纷劝退她，不过啊，她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千金或者是女生就处处耍特权，反而相当的谦虚，向大家取经，甚至训练加码都没有皱过眉，这让一票师兄都对她不敢放水。熬了半年之后啊，所有人看杨紫琼的眼光都不一样。从这一刻開始，她開始變成貨真價實的動作女星。放得佢出去就拉得佢翻嚟，有時扮案人都係冇用嘅。如果我有毒，靠着在洪家班學到了扎實底子，楊紫瓊在皇家師姐中一戰成名，走紅香港，成為打女新星，被香港金像獎提名為最佳新人，讓她一路打通國際之路。古今中外的武打明星不少，但其中是女星真的屈指可数。就连同样有国际章稱呼的章子怡也是有替身的。而當年在香港的武打片當中都是來真的，楊紫瓊可謂是拼命三娘啊！飛車、打鬥、跳樓，她沒有靠替身，全親自上陣。短時間內，她甚至有功夫女王、第一女打星的美譽。她在拍電影的時候，對自己的痕跡真的完全看不出來，她是出身豪門的大小姐，還常常把自己的安全置於度外。在警察故事中，她飛車滾出車外，連成龍都被她嚇壞了。而在阿金的故事當中，有一幕，她是要從18米高的橋上跳到路上的貨車上，結果她不但真的跳，還連續跳了好幾次，最後還摔斷頸椎跟斷了3條肋骨。
差点导致终身残疾。而在阿金的故事片尾字幕当中，甚至还对杨紫琼致意。他到底是哪来这么多奋不顾身的勇气？其实呢，他在接受鲁豫访问的时候有说过，如果你在拍戏骑马摔马的时候，一定要在第一时间爬起来骑上去，这样才不会有阴影。因为如果你想着过几天再去骑，那你就永远都骑不上去了。就是这样疯狂好强的个性，让当时候的香港盛传，全香港有3个人一定买不到保险，那就是成龙、李连杰跟杨紫琼。可见杨紫琼在武打界的地位有多高。一开始与杨紫琼搭档的时候，成龙还曾经说过，女人就该待在厨房，不是出来拍动作片。杨紫琼那时候轻松反击说，你是不是感到压力啦？杨紫琼的实力确实也让成龙再也说不出这样的话，甚至呢对武术技巧的执着跟疯狂，连成龙都曾经阻止过他，希望他不要再挑战困难的特技了。而杨紫琼就说，你好意思叫我不做特技啊？你明明才是那个最常挑战特技的人呢。成龙就回因为你每一次成功了一个特技，我就得挑战一个更困难的。这也足见成龙对杨紫琼武技的认可。许多影史望尘莫及的记录，还获得奥斯卡的10项提名。身为女主角的杨紫琼当然功不可没。杨紫琼甚至说，这是她最难忘、最开心、最痛苦，但也最感动的经验。When he walked in the room, he was like, "We are not worthy." But now a big movie star, would you consider doing a movie? Do you remember he said that to me? Chinese movie. Yeah, a Chinese movie. I almost fell off my chair. This is Ang Lee. I didn't do anything after Tomorrow Never Dies until I did Perfect Tiger. 而且在拍摄时，杨紫琼在第1场的动作戏当中就受了严重的伤势，前十字韧带撕裂，必须回到美国进行手术。而回来在拍摄那一幕与周润发的对戏当中，他说他内心真的很激动，就连导演李安都笑话他当时的表现。It was, most important in the movie, just on the helmet we had. Couldn't move it away. So we put a screw out here. So the whole scene she's holding, removed by speaking Mandarin with the leg out here the whole day. And that's why the shot is in close-up. It's like a leg over here. And the dying children will be like here. And the leg is here. 虽然李安这样亏杨紫琼，但他也坦诚，看到杨紫琼的表演，自己真的忍不住哭了15分钟。他说这是自己拍过最困难的电影，也是最痛苦的时刻。他说他自己很贪心，因为这是他童年的幻想，这根本与我的中年危机绑在一起。从一开始我提名我已经觉得很开心。我拍了电影16年了，第一次提名女主角。那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机会，也是很好的鼓励给我。卧虎藏龙的成功也让大家看到杨紫琼的好功夫跟好演技。在此之后，她几乎成为了好莱坞的第1女打星，接演的全是大片，但她却在身时正好的时候，演了卢贝松导演的一部极具争议的传记电影《以爱之名：翁山苏姬》。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她不但学了缅甸语，还去见了翁山苏姬本人。的反应就是，我不知道怎么样跟他说话。但是我有机会，我只有1个人可以拿到 visa 过去，当然一定要过去，因为他变成好像我的 hero。激情的演讲演活了翁山苏姬，却触及了缅甸政府敏感的神经。杨紫琼搭机到缅甸，却遭到海关驱逐出境。原来饰演民主斗士翁山苏姬，这让杨紫琼被缅甸政府列为黑名单。对此，他曾经公开说过很难过，他希望缅甸可以朝着民主和平的方向前进，当然也很希望自己能够很快的再到缅甸去。甚至在2021年时，缅甸军方镇压抗议民众，他还曾经在 IG 上贴出3指里的照片，说决定国家的命运是一个艰巨的任务，但这必须透过和平的方式来完成。从此也可以看得出来杨紫琼的正义之气。I chose to raise a family. For me, it was a privilege. But for you, you may think it's old-fashioned. Don't you want Nick to be happy? I know you're not what Nick needs. 疯狂亚洲富豪未上映先轰动，全球亚裔明星都包场力挺，还在美国创下3年来首周最高开片票房的浪漫爱情电影的纪录，既叫好又叫座，是好莱坞25年来
第一部全亚洲脸孔的浪漫爱情片。它甚至可以说是颠覆了西方媒体对亚洲人的刻板印象，在剧情上也完全没有功夫的桥段。而在《疯狂亚洲富豪》当中，杨紫琼饰演优雅、智慧、财富、高知识分子的杨家女主人，气场强大，极富权威感。看似反派阻碍男女主角的恋情，却其实只是一个试图保护儿子与家庭的母亲。杨紫琼的演绎，连导演朱浩伟都赞不绝口。他说他能够让你在这一刻讨厌他、畏惧他，却又在下一刻觉得他的决定与做法是对的，让你不得不支持他。杨紫琼就是有这样的演技跟魅力，让你想不出到底有谁能够替代他。甚至本身就是富家千金的杨紫琼，在片中的珠宝首饰很多都是自己的饰品。有人开玩笑的说，请到杨紫琼真的替剧组省了不少道具费。而这部电影的成功也让杨紫琼倍感光荣，因为这一小步就象征着亚裔演员在好莱坞的一大步。Important time, and we all have such amazing stories to be told, but in our stories, not just a token of somebody else's story, to have flesh and blood, and love and heartbreak, and so this movie will make such an importance. 杨紫琼用40年的光阴贡献给电影，一步步用自己的努力、实力还有演技，证明自己能持续在好莱坞前进。动作片、传记、浪漫爱情片，不同年龄、不同阶段的杨紫琼都展现了独一无二的魅力，甚至连爱马仕都爱上她这样坚韧不拔的精神。有一款包还以她命名，就叫洋包。而这次妈的多重宇宙的成功，又再度让她写下历史新页。无论是否得奖，杨紫琼之于演艺圈、之于时尚圈，甚至之于整个华裔世界，都是史上第一。华裔女性闯荡好莱坞确实有不少的阻力，杨紫琼希望透过自己让女性知道，让不同年龄的人知道，甚至是让亚洲人都知道，自己永远都有不同的机会。她说最高兴的不是得奖，而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拿着杂志跟我说，我好喜欢你。我希望他们可以知道我做得到，他们也可以。圈你的 news， 我是佑佑。喜欢今天的内容，也欢迎留言跟我们一起讨论。但是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或者是追踪我的粉丝团，才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资讯哦。下次见啦，拜拜。